大家好，今天是加拿大感恩节，10月的第2个星期一，跟美国感恩节不太一样。美国的感恩节是11月的第4个星期四，这个跟历史有很大的关系。简单跟大家聊一聊感恩节的来源啊，另外从宗教的角度看看我们怎么更好的过这个感恩节，怎么更好的感恩。加拿大是1578年是第一次感恩节的这种盛宴，但是当时跟丰收没关系，当时是一个叫做马丁·弗罗比舍的船长，他去探索这个西北航线的时候，经过各种天灾，最后奇迹般活下来了，所以是感谢上帝的这种奇迹幸免于难，跟丰收没什么关系。美国的感恩节就比加拿大更晚一点，大概到了1621年的普利茅斯和原住民共同的一场丰收盛宴，是美国历史当中认为的第一次感恩节。当然这个也是有很多争议的，因为实际上在西班牙的殖民者可能在14几几年或者15几几年就会有这种感恩节的活动，跟欧洲的传统还有原住民的感恩自然的这种大自然馈赠的理念的感恩节是有关系的。那为什么是把1621年当做一个第一次感恩节？这个其实和当时林肯有很大的关系。林肯大概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他就迫切的希望有这么一个全国性的节日，可以把不同背景的移民团结在一起，所以就把1621年的这个感恩节作为一个大力的推广。现在这个日期也是林肯当时定的，后来又发生了各种变化。加拿大的第一个全国性的感恩节其实是1872年庆祝威尔士亲王生病痊愈，也跟这个丰收没什么关系。这就表现加拿大其实和英国王室是关系更密切一点的。后来也是在大概1957年，国会才正式确认10月的第2个星期一是加拿大的感恩节，同时明确说了加拿大的这个感恩节是为了向全能的上帝表达普遍的感谢，而且10月份也更符合加拿大气候下比较早的一个丰收季节。美国的感恩节最后确定其实也是比较晚，大概在1941年罗斯福总统才定到这个11月的第4个星期四。这是北美的感恩节的一个简单小历史。实际上美国1621年的感恩节之后，很快原住民就发生和殖民者的冲突，导致原住民人口锐减，并且丧失了大量的土地。我想讲一下我自己的感恩节的经历。我第一次过感恩节是我全家移民加拿大之后第1年，当时我们8月份登陆的，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基础，甚至钱都没有带太多，身上随身带了一点零花钱，带了2张信用卡就过来了。但是受到了本地加拿大人非常大的帮助。当时是一位老年的女性白人，非常 nice， 她只是很凑巧的在我参加了中秋节的一个活动，算是那种小型的义诊，在这个节日庆典有一个小的集市里面摆了一个摊位。这位女士呢就捧了一下场，让我给她体验了一下中医的推拿手法。体验之后她觉得很好，后来聊天中知道我们是新移民，就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的第一个诊所的地址，我加入针灸协会的这种介绍，他都帮了我很多的忙。之后很快就是第一个感恩节，当时我们还没有过感恩节这个概念，他就邀请我们全家到他家里面过个感恩节，而且把他的很多朋友都介绍过来，大家一起欢聚，共同回忆过去1年当中的各种顺境逆境。我同时从这个聚会当中我也知道，基本上所有聚在一起的人全都是移民，只是可能有的人是50年前移民到加拿大的，
有的人是30年前移民到加拿大的，有的人是10年前移民到加拿大的，可以说不分这个原国籍还是种族，最后都是进入到加拿大社会多元文化。当时对我们这个新移民可以说信心是帮助非常大的，而且实际上也确实帮了我很多，我是非常感谢他们的。这是我的感恩节的经历。另外，作为频道，我想分享一些感恩节在宗教当中的意义。本身北美的感恩节是基督教清教徒的这种节日，但是随着社会的演变和它一开始的宗教意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开始感恩节的所谓感恩，主要感恩的就是上帝，是这个主，认为所有的境遇都是由于上帝的安排，所以要进行感恩，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是你要考虑的问题是怎么更好的感恩。但是随着世俗发展，还有现在商业社会的发展，慢慢感恩节变成有点消费意念更多，而且很多变成这种感恩节聚餐前的感恩，变成了个人的境遇。我之前的遇到哪些顺境，哪些事情，我要感恩谁，感恩具体的人，这个和最开始的宗教意义就有点偏离了。再加上现在这个 Black Friday 黑五这种完全是商业促销了，这种席卷，我觉得和感恩节其实是关系并不大，尤其是从宗教上来说。如果是从基督教来讲，我个人认为其实是应该更多的考虑说我们怎么更好的从行动上去感恩。我是听朋友从教会里面告诉我一个加拿大本地的感恩故事，应该是在隔壁省有一对老年的夫妻，他们通过医学检查认为是不太适合生育，可能没有小孩的，所以他们结婚共同生活了很多年，确实没有小孩，但是他们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善举，就是帮助当地的留学生，每周末会做很多的菜，在自己的家里面让留学生来吃，或者带走一些食物，帮助这些困难的留学生。坚持了非常多的时间。后来这位女士就怀孕了，怀孕之后医生检查又说你这个小孩不是太健康，从医学上讲不建议你生下来。但是这夫妻俩他们是虔诚的教徒嘛，所以他们就向上帝祈祷，就说我们希望能够顺利的生下这个孩子，不管是什么结果我们都愿意接受。结果最终还是顺利生下，而且孩子还是非常健康的。之后他们又连续怀孕了很多次，好像是生了4个孩子，都非常的健康，可以说是一个小的奇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从基督教的教义来讲，作为感恩节，不能光在吃饭之前考虑说我去感谢具体的人，感谢这个过去的顺利，一定是加上感谢上帝。从宗教意义上，把顺境和逆境，包括你怎么度过逆境的这个过程，你获得了什么样的力量，都感谢出来，这个才更符合宗教的教义。我觉得这种感恩节的度过方式会更好一点。另外就是一定是除了口头上的这种感恩之外，一定是要做到行动上，可以去做个义工，帮助他人，帮助社区，帮助能够接触到的人，这样才是更好的一个度过感恩节的意义。这是基督教的意义上来说。那从佛教上来说，和基督教完全不一样。刚才我们简单说基督教主要是要把一个我的遭遇和一个具体的人或者是上帝，它是有一个分别出来。佛教正好相反的，它是要通过报恩来思考，否定自我之后出现这种无我的反思。佛教的教义就是通过了悟无我，还有和世界的联系，来加强。佛教它没有感恩节这个节日，但是它会有报恩的这个概念。
他的报恩具体提的就是报四重恩。第一个是报父母恩，感谢父母生我，养我，教育我这个恩德。还有就是报众生恩，就是认为说我面前的每一餐、每一粒米，一定是通过非常多的人的努力、工作、时间、阳光、空气、土壤众多的因缘，最后才形成你面前的食物，来让你的生命得以继续生存。这是报众生恩。还有一个是报国家恩，或者叫报社会恩，感谢这个国家或者感谢这个社会环境，给了自己一个可以平安生活的一个稳定的环境。最后报三宝恩，佛法僧嘛，能够了彻我，可以得到生命的升华，可以彻底解脱涅槃。所以佛教同样是希望能够通过实际行动，能够报答众生。不是光是去心里面去想、去感谢或者对某个具体的人，而是你要感恩众生，知道这个世界它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所以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就更多的是要超越个人主义，通过这种感恩的思辨，还有感恩的行为，来彻底认识这个世界的真实，从而可以报答众生，可以帮助众生解脱，而不是只考虑个人，超越这种个人主义的体验。所以大家如果认为佛教的这个理念还是很好，可以在这种感恩节的聚餐的时候，大家一起做一个简短的冥想，我们餐桌上的食物是如何从一颗种子，通过农民的努力，慢慢到工厂里面加工，最后生产到零售环节，我们再买过来，自己再烹饪，最后端到餐桌上，整个过程了解我们面前的植物是通过无数人的努力、无数人的实践、无数人的这种缘分共同达成的。经过一个漫长的旅程，最终到达我们的面前，从而感谢这些具体的人。最后再简单提一句道教的思想，就是无为。它的一个根本的观念就是要知足。人最大的痛苦就是由于贪欲，由于不知足。如果你一旦知足，那就会得到更好的快乐，你可以生活的更富足。你如果一旦不知足，你就永远会有更多的欲望，你永远会觉着自己是痛苦的，是难以幸福的。所以道家它的这种感恩方向呢是完全反过来的，它和这种佛教和基督教的想法就是另外又一种思路了。它就是不做加法，更多的是要做减法。我要抛弃掉我不需要的这些欲望，越来越简单，先做减法，把不需要的欲望减低，然后把我的生活方方面面都做到最简化、极简化。做了减法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其实已经过得很好了，你就不需要再加其他的这种东西了。原来马云说嘛，他最幸福的手上有5000万资产的时候，更多其实只是他银行里面一个数字，对他的个人生活并没有太多的飞跃式的进步。我们作为普通人也是这样的，大家一定要认知清楚。一个是我觉得老话，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所以你怎么叫算计？你要知道哪些是必须的，哪些是没有必要的。你要知足，知足之后，你的生活就可以简简单单，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家人，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做你感兴趣的事情，而不是不断的去追求物欲。所以还是说感恩节这种仪式，从道家的角度讲，不要有太多表演性的性质，说我一定要做一个这种火鸡，或者是我一定要买一个大蛋糕，也不是说我一定要给谁写个卡片、写个礼物、送个花表达我的感谢，把这种形式化的东西要抛开，尽量简单。从道家的思想，我们要反对这种现在的消费主义，
感恩节这一周我们就不买多余的东西了，不做大的消费，而不是说因为感恩节了，好多商家促销，我买了好多实际并不需要的东西。还有感恩节聚餐，我们就尽量不要弄一桌菜，很浪费，就是一家人几口吃几道菜，吃饱就好，不要吃多，剩下最后又倒掉，这就很浪费，等于你是无法知足的情况。简单跟大家聊了聊基督教，聊了聊佛教，聊了聊道教的一些思想，跟感恩节有关系的，还有我自己的一些认知。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参与讨论。如果对这种节日系列感兴趣的，我还会继续坚持做下去。大家有什么想要聊的，可以留言或者在电邮里面告诉我。我们今天先讲这么多，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